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2月7日，今天是星期六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所以呢就出来逛逛啊，顺便呢录一个视频。许多朋友啊希望我录一个关于就是投资理财方面的这种视频。那么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投资理财方面的高手，对吧？这肯定是说不上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理财经常被割韭菜的一个资深的韭菜我觉得呢，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对吧？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如果有的人觉得说的挺好的呢也可以就是吸取一些教训，对吧？总体来说呢，2024年整体的一年呢，我目前呢我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吧，各种投资的收益吧，是在30%左右。那这个收益呢，当然在很多人面前肯定觉得那不值一提，是吧？并且呢，就是我也不可能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收益就很多时间还是亏损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就随便就跟着我自己的这个思路就开始聊吧因为我个人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资金量其实也不是很大，对吧？就属于一些闲钱那么就算有100万吧，对吧？就算有比如说10万美元你30%收益，其实也就3万美元，对吧？所以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资金比例是不大的所以呢，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样的一种形式来聊一聊，对吧？因为就讲的这个天花乱坠没有用，是吧？就我反正录视频也是很诚恳的我也不是说要扮演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对吧？赚多少钱跑过来教大家怎么赚钱，对吧？我只能说一说一些教训。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能够使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散户赚到几倍收益甚至更高的收益的呢，主要还是靠这个比特币或者说什么这种叫什么虚拟货币吧，对吧？其实这个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呢，从我接触到现在也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最早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我在做摄影师的时候呢，当时就有这个虚拟币行业的这种大佬他现在已经是大佬了，对吧？这谁我也不想说反正就是很牛逼的人那么他们找我呢，就是要拍照片因为他们那时候呢，经常就是租赁一些5星级的酒店然后呢就找很多有钱人来，对吧？然后给他们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布道，对吧？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事情。那所以他们要拍一些就是这种比较好的，看起来提升形象的这种肖像照片那么当时呢，就是在我的眼睛里面，肯定是觉得呢，这些人都是骗子，对吧？都是搞金融的我们反正统一就是搞金融的就是骗子当时呢，我还记得这大佬还跟我说他说我要不要付给你那个比特币其实他付人民币也是没问题的，对吧？只是呢，我觉得他想宣传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期间吧，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他们非常相信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他到处他见一个人他觉得有价值的，他就要去推广一下我当然是不接受了，对吧？因为我这个比特币能买什么，对不对？那我肯定是选择
这个现金是吧？所以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这个东西我是搞摄影的啊，我不接触你们这个行业，我不懂啊。再后来呢，就是反正是已经出国了吧，反正有一次是牛市，我记得这个比特币还是什么，反正到6万还是5万，我一下忘了啊，记不特别清楚。但那一年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西坝那个币啊，它也一下子滚了很多，还有什么狗狗币啊，对吧？这些币也是涨了很多的。那么这一年呢，算是我比较认真的我去看了一看，就是这个行业当时我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是那个索拉纳那个币第一次就是涨到$200，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币安的那个什么 BNB 那个币也涨到了还真300还是500吧，反正就是那一年。那一年呢就是我也打算呢，就是我买一些这种币去投资一下我也买了这个什么西巴呀，还有这个什么我主要买的就是这个西巴当时怎么说呢？就我当时买这个西巴的主要的原因，就觉得这个币，我觉得它很易于传播狗狗币，因为那是当时已经是涨起来了，所以我就没有买。我当时买的就是西巴，但是呢，那个币呢，就是我买的时候呢，我就放了差不多几个月吧后来我又觉得不妥，我又把它全都卖掉了我又大概赚了10%还是20%。结果呢，就在那一年它一下子涨了10倍这不吹牛，就接近10倍了。反正是从就是一直涨了差不多这个从0.00000什么9一涨到什么0.0008，反正就多了一位数就差不多涨了10倍。但我当时呢，就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这是一个陷阱就是诱惑大家去买的反正就是用我当时现有的一些想法吧我就是还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骗韭菜进去买了，然后怎么样？果然呢，到后面确实也跌了那后来又跌回了更低的一个数字，比我卖掉的时候还要低。那么又过了2-3年呢，那2-3年这个数字货币是很惨的就反正就跌到已经当时这个比特币好像就跌了就2万多然后就到了今年。今年呢，这个比特币呢，反正之前就一直炒作在川普还没有当选的之前呢，一直炒作了，说这个比特币今年会上10万。当时很多人肯定觉得发疯了，对吧？不可能。但确实呢，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了，对吧？就今年到了7万的时候有一次是暑期，就是那个夏天吧，到了7万的时候呢，很多别的币呢没有跟上来只有这个比特币一个币，对吧？甚至这个叫什么？以太坊它也没有跟上来就只有那个比特币，到了7万还是6万多然后又开始拼命往下跌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当时看了一圈我别的都没买，我就买了一个什么瑞波币就是那个 XRP 也是很少的钱大概就$1000还是$2000，我也忘了。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呢，就是索拉纳那一年我买了一些什么索拉纳的一些代币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像一个什么图片一样的东西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你可以买一张电子图片的那样的东西我投资了一些钱结果呢就是这些币全都被盗走了这个我后面要说的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年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看法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
我当时买这个瑞波币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它应该会涨到3块啊，就3美元。那我买的时候呢是0.5美元啊，结果呢到了0.6美元我就给它卖掉了啊，而且仅仅只有$1000的这个投资我就给它卖掉了。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依然当我不去关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慢慢在涨什么的，就是我不会去很密切的关注如果我一旦去关注这个东西我可能就会考虑给它卖掉，我就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一个风险性。那么确实呢，这个数字货币呢，我到现在我觉得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之前买过一些索拉纳的什么币，买了以后呢，还有那些什么图片什么的放在一个什么索拉纳的一个钱包里面，然后就被黑客盗走了当然了，他们新闻里面都说是什么黑客什么盗走了，对吧？让我损失就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还有呢，就是我之前在一些平台上，我也买了一些币，然后放在那儿呢，好好的这个平台就没有了他就把你的账户直接给关闭，对吧？然后反正你找他找也找不到那这种呢，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呢，我觉得它就是没有监管然后呢，你很容易就是造成损失尽管有的人说他说你可以搞一个什么自己的什么钱包就是那种硬件的钱包或者什么样，对吧？但是我依然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最大的风险性，一个就有2点。第一点就是个币你被盗了你真的很难去，就是我们这种技术外行的人就真的很难去保证不被盗我觉得总有很多方式，如果别人想盗取你这个币，你就会消失，对吧？第二种呢，就是它在金融系统，就比如在银行，就算你买了这个币你这个币赚到钱了，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就是真实的钱，对吧？你要把它变成美元、欧元什么在这个银行系统，大部分的银行系统它是不认可的，能够接受的一些呢，其实也都是一些，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擦边球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就如果你把这个钱你转到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些银行里面很多银行是不认可的，他可能就直接把你账户关掉了，觉得你这人的钱你的这个资金的来源。那么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讲，就普通人，比如说他有工作，或者说他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资金往来的这些人来讲，他们是害怕的，对吧？他觉得哎呀，不要搞得不好，把我的银行账户给关掉了，对吧？变成我在这个整个金融体系里面变成了一个就是黑户，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2点，但是不得不说呢，就我现在我个人判断，我认为这个比特币呢，应该很快的会站上20万美元，就在我觉得在川普的任期里面这个是大家是看得到的这是我的一种判断，而且不是因为我现在它顺利站上了10万美元，我有的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它也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完全的接受它有这样的那样的这种高的风险说白了就是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所有的这些资本什么也好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完善的非常成熟的市场呢，它的机会也就少了，对吧？那你想获取高回报，你必然得付出这个高风险，是吧？这个是合理的，就有可能真的你去买这个东西，投资了，资金变零了，对吧？但是呢，就它可能也会给你带来
就巨量的回报，对吧？当然我没有这个承受能力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我是心里面没有这种承受这种损失的勇气啊，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尝试了，对吧？虽然就是我买了一些这些币这些币我认为它会涨到多少，对吧？我当时买的时候都这么想的并且我也想就是拿到这个价格我才会卖，可是事实上我都拿不到。我觉得我分析下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风险性，我还要去这么做。如果真的它又被盗取了或者变成零了，我会骂自己是个傻瓜，对吧？所以我就想了想我后来只要看到收益了，我就走掉了，对吧？总体来讲，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就是赚取收益的，我是赚的，对吧？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依然想说什么，就是说，如果真的愿意承受这种高风险的，并且我们我觉得讲的难听一点，就是穷人如果想翻身这真的是一种机会。就你又有胆子你又有一定的钱，你想去翻身博取很高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机会，并且它的风险性我觉得就是说比很多东西呢还是要低的，对吧？当然了，我前面说的一些问题也是存在的就是一个你不能被盗取还有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是在金融领域里面就是降低自己的风险，就是这个东西被认可，对吧？虽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哪里的银行是可以接受的，哪里我说是整个的世界的大的范围，对吧？是大众不是小众因为如果很多人不接受，只有少部分人接受那这个事情它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对吧？那么就唯一的我认为就是这些比特币到川普任期里面，我认为会达到20万美元甚至未来会更高直到就是说这个市场它熄火了这个熄火的意思不是说没人去做这个事情了，而是这个市场它已经成熟了就像很多什么股票市场或什么市场就特别完善、特别成熟了，法案特别齐了，那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可能就魅力没有那么高了那么再接下来呢，再说说这个股票股票呢，其实也是的就从我接触股票呢到现在也很多年了。总体来讲呢，我在股票市场呢，我是没有亏过什么大的钱唯一的几次呢，就是这公司突然消失了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不太懂，对吧？就对这个整个的机制不明白，所以就是在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做投资股票也好，什么也好，还是要先明白这件事情的一个机制就它的逻辑是什么，对吧？如果大家连这个逻辑都不清楚的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做。就像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我当时手里有了一笔钱然后呢你就很急切的想去投资，对吧？因为你觉得听到的很多是股票，很多什么，结果呢你买你买到了一个很坑的股票，对吧？这公司倒闭了然后你就破产了，是吧？这个股票你回报就变成零，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我认为股票这个市场呢，它并不适合普通人，就是我们普通玩家去玩为什么呢？虽然它也有这种像什么比特币这种就是一下子涨很多倍的这种股票，对吧？但是对普通人来讲呢，就是你要去找到这样的一股股票太难了大多数时间呢，这个市场已经充满了就是厉害的玩家不管他是机构呀、大的这些玩家呀，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市场它是非常成熟的，它有很多比你有经验比你有钱，或者是就是很多人他已经非常清楚这个规则了，对吧？你去跟他玩，就等于你是个小弟弟他是个大哥哥，他随手把你一推你就摔在地上。所以我认为股票这个市场很难去赚取很高的收益
除非呢，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对吧？你说我就只想赚取10%几的收益，并且呢，我愿意有很多年时间花在里面，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机会的。那么，其实我今年我自己的收益我也是从股票市场赚来的。当然了，这是一种就是完全是投机性的，对吧？就是我之前视频也说过我说中国当时那个股票，我觉得已经很低了，我去买一下，对吧？所以我也不会投入很大的钱，因为那个事情意味着风险很高嘛，是吧？我认为这是一个运气因为这个股市有可能它几年它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这个几年你都是没有收益的，甚至你要卖掉你还要亏钱。然后呢，给你1年有一个周期你赚到一些钱，对吧？数字货币也是这样有可能就是几年那都是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周期，对吧？就像比特币，比如说它的2万块，它横了很久当时你可能就不会去买，或者是更低的一个价格，对吧？然后你一直买在那儿，你可能放在那儿过很多年它才会有可能会去涨，但有可能2万块涨到4万块你就卖掉了，你看不到它变成10万块，变成20万，对吧？所以一定你要能拿得住，一直等到它涨起来，这个我觉得是就不是一般人，对吧？那么股票也是的就是因为你的人生呢，你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就是说你心里面想好这个我就愿意放5年放10年，对吧？10年5年可能当中只有1次到2次机会是一个就是普通人也能赚到钱的机会，对吧？就是牛市就很多股票都在涨。其他的当然有一些我们看到的，包括我自己会看到很多成功的金融人士，对吧？或者说成功的这些什么股神什么的都会说什么1年有多少收益什么什么但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因为它不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它就是很小。对，我承认这些人有，但这个是你是我吗？不是这些就是一个非常少数的人，这个少数人是少之又少，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参考价值，对吗？就像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有这个一定的机会的，对吧？就60%的人、50%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有可能能够成功的，那我们去做。如果只有1%、2%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听我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对吧？就像你说油管，你说大家去做这个油管做自媒体，你只要天天坚持，我认为可能50%甚至更高的人他能获得收益，对吧？就多少收益我们且不说哪怕是$100是$200但是你是能获得收益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标准，对吧？但如果说只有1%的人、2%的人大家坚持天天做才能够去获得收益，那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是吧？那么接下来我再聊聊这个黄金白银这些期货呀，这些投资或者衍生品吧。像黄金白银这个市场呢，现在呢，我认为就是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就是资金量很大的人资金量很大的人呢，如果你投资这个黄金白银呢，这些东西呢，你可以这个风险是很低的它也有周期，但是呢，这个黄金白银它的这个上涨或者下跌，总体来讲呢，它的风险是没那么高的，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这个黄金，它是在2600美元一盎司，你不可能说你这个黄金跌到0了，对吧？或者跌到只有1000了，是吧？就跌到1000的这个概率就是非常低，我认为这90%的概率是不可能的，10%都不一定，对吧？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当你的资金很多很多了啊，你说你去从事这样的一种投资啊，你说我长期看涨黄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对吧？只要这个黄金跌啊，跌到一定的比较低的一个价值，你认为，然后你长期的看涨黄金，我认为这个是只会赚钱不会亏钱的啊。但是呢，它的上涨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对吧？这样黄金整个从比如说2000涨到现在2700、2600，一共才多少呢？一共可能就20%-30%，对吧？那几年这个大的周期下来，它上涨个20%-30%，对吧？况且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对吧？所以来来回回你可能就是持续的去购买的话，那么几年你有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所以呢，这个呢是适合很多很多资金的啊。就如果说，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他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去买，对吧？那种就杠杆式的，我们说的像什么现货、什么期货之类的，这种纯粹呢就是在我看来是一种赌博啊，它的风险是相当高的。我可以说这个能赚到钱的人是很少的啊。我最近在这个市场我是赚到的啊，但是很少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啊，我面对的这个事情呢，我发现尽管就是当我买卖的这个短线然后的这个杠杆放大了以后呢，我买的量会比较多的话呢，虽然赚的时候是很多但是呢，你亏起来也很快。就你不得不说，就是它来的很快，去的也很快，对吧？并且呢，由于这种交易的机制就是你要付的手续费或者是什么隔夜的什么保证金的费用乱七八糟的，就你很难赚到钱，基本都是亏的所以呢，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呢，只有就是降低这个交易的量，就这个交易量呢可能就放得很低，比如说我就买0.01，对吧？或者我买0.02然后比如说这个黄金它是在$2700，对吧？我去做空它我买0.01或者我买0.02，等到它到了2750或者2800，我再加0.01、0.02，对吧？那它从2700到2000，比如说800它再往下降或者是再往上涨，它可能要经过几周的时间。但是呢，好处在什么？就是这当中我是可以忽略这个亏损的，我可以一直放在那，我看都不用去看它，对吧？那它总是会能够赚到一些收益。当然，这个收益可能仅仅是几%，对吧？比如说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操作，可能这样的一次这样的周期，比如说1个月吧，可能你只有几% 的收益甚至是总的来说是比较低的总的来说就是说这种方式呢，我觉得1年下来，可能你也就是你的操作是比较有经验的、正确的，那就可能就10%几20%-30%对吧？这样的一种收益，而且你是要经常去操作的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适合做比较长的周期的就这个黄金它是在你是要看它几百美元的涨跌你千万不要去看它什么几块钱的这种涨跌，那你亏损起来是很快的，很快你就亏完了就你必须看它更长的周期，对吧？包括这个汇率也是的，就像这个汇率我们就拿这个欧元美元举例子如果它是你看它从1.05涨到1.12这样的一个周期，你去做交易，
啊，就是到1.12，比如说你去做空，对吧？然后到1.05啊，你去那个就是呃把它给卖掉，那你的这个收益啊会比较稳定，并且呢，就是你不会亏损的很大，对吧？啊，如果你是频繁的在那个一点点的这个区间里面不停的去频繁做交易，那你肯定是要亏钱的，你很难赚到钱，因为你人的这个神经啊，你就没有办法承受啊，你大部分的这个时间都不停的花在看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高频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变化之中，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方式是不可取的啊。我也是啊，就是跟很多人交流过，然后我自己又研究了很久啊，我发现的就是如果你要做高杠杆的这种产品，你必须就是把仓位放得非常低，并且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间啊来做规划，这样呢你才有可能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啊，就是你投资的钱是别人的啊，你可以去，就是反正亏的不是你自己的，对吧？啊，你什么短线啊、日内啊，我觉得这是有的人会去这么操作的啊，那是机构，对吧？有可能那是别人的钱，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啊，一些关于这个投资理财啊、金融方面的一些想法，谢谢。